痛觉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灵魂被冻裂的幻觉。零下70度是什么概念？是呼出的气会瞬间变成冰渣刺破肺泡，是血液流速慢到心脏骤停，是钢筋会被冻脆的断裂。上一世我就这样看着自己的手脚变成黑紫色，然后变得僵硬，而我的亲妹妹林娇正裹着我身上扒下来的最后一件军大衣，缩在那个叫阿伟的男人怀里，隔着防盗门嘲笑我：姐，你体脂高，抗冻。这衣服给我们是为了延续林家的香火。香火，我想笑，却发现脸部肌肉早就坏死了。在这极寒地狱里，人性的恶比冰雪更冷。呼，我从床上弹起，冷汗浸透了后背，热，燥热。窗外的蝉鸣声大得轰耳，我慌乱地抓起手机。2025年7月15日，35摄氏度，我还活着。我下意识地去摸胸口的玉佩，试图感应那个传说中的空间，没有。我又试着在脑海里呼唤系统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手机银行 APP 里显示的余额和窗外那真实的烈日。我没有异能，也没有空间，但我有记忆，我有脑子。我还有爸妈。婉婉，卧室门被推开，老爸老妈站在门口，眼神从迷茫到惊恐，最后定格在看到我时的狂喜。他们也回来了，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，老爸的手在抖，老妈的眼泪烫得惊人。这一世咱们不当圣母了，没有空间怕什么？咱们有手有脚，还有这栋房子，只要还没到零下70度，咱们就能造出一个活命的壳子。算账！老妈直接冲向保险柜，把里面的房产证、车钥匙、金条全倒在了床上。婉婉查一下咱们家所有的流动资金。老林，你现在的任务是把这套房子卖了，要快，要现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手机银行，没有网贷，没有透支，这是我们全家2代人奋斗的血汗钱，每一分都必须花在刀刃上。距离末世降临倒计时30天，门铃响了，即使隔着门，我也能闻到门外那股令人作呕的绿茶味。林娇来了，按照前世剧本，她今天是来要钱给男友阿伟创业的。我打开门，林娇拖着行李箱，脸上挂着那副理所当然的表情。姐，爸妈在吗？我要50万急用，不给我就离家出走。上一世为了凑这笔钱，我掏空了工资卡。这一世我回头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爸妈，老妈正在用计算器疯狂按着数字，头都没抬。给他。林娇一愣，显然没料到这么顺利，脸上刚浮现出喜色，但是老爸掐灭了烟头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早就起草好的文件，签了这个赠与协议与断绝关系声明书。爸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50万是买断钱。老爸的声音冷得像那场没下完的雪。拿着钱，以后你是死是活跟我们林家再无瓜葛。这房子明天就卖，你以后也没家可回了。卖房？你们疯了！林娇看着我们，为了逼我分手，你们连房子都卖？少废话，签不签？我把笔扔在他面前，不签1分钱没有。签了50万拿走，爱去哪去哪。林娇看着那张支票，贪婪战胜了理智，在他看来，我们是在虚张声势。签就签，等阿伟发财了，你们别来跪舔。他飞快地签了字，抓起支票摔门而去。随着门关上，老妈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了镇定，少了张吃饭的嘴。剩下的粮食够我们多吃3年。接下来是真正的战场，算下来我们一共有1000万资金。我们要买一辆能抗住极寒的改装车，要买几百吨的煤炭，要改造老家的地窖，还要买足够吃10年的食物。这1000万在末世生存面前简直就是杯水车薪。回村，老爸看着空荡荡的家，眼神决绝。回老家那个防空洞，只有那里加上专业的保温改造，才能扛住零下70度。林家村老宅后院，这里将是我们最后的堡垒。没有空间异能意味着我们不能挥手收物资，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储存和保鲜。老爸拿出了他在设计院干了一辈子的专业素养，他站在那个废弃的防空洞前，手里拿着图纸，对着那个从城里高价请来的工程队咆哮：不要的不是保暖，我要的是隔绝，隔绝。哪怕只有1000万，老爸也在基建上砸进去了300万。别心疼钱，老爸看着我肉疼的表情。到了零下70度，这每1厘米的保温层都是命。接下来是我的战场，极限囤货，没有空间，我必须计算每1立方米的体积。村里人看着我们一卡车一卡车的往里拉东西，都凑过来看热闹。老林啊，你这是要开超市啊？城里房子卖了回来收破烂。我正搬着一箱重达50斤的黄桃罐头，听到这话只是擦了擦汗，冲他们笑了笑。是啊，城里混不下去，回来做点批发倒卖的生意。我看向天空，阳光依然刺眼，但只有我知道，这看似笨重拥挤、毫无美感的屋里囤货，将在1个月后成为让所有拥有金山银山的人都嫉妒到发狂的财富。就在这时，老妈急匆匆地跑过来，脸色凝重。婉婉出问题了，钱不够了。但是柴油发电机还没买，还有保暖衣物只买了一半，卖。我看了一眼停在院子里的那辆最后用来拉货的50神车，又看了一眼手上的金镯子，除了这身衣服，能卖的全卖了。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刻刀，也是最温柔的药。末世第3年，2028年，林家堡垒的扩建工程已经到了第3期。原本阴暗潮湿的地窖现在被我们挖通了，周边的几个废弃防空洞变成了庞大的地下生态系统。阳光透过特制的3层防弹玻璃天窗洒下来，照在活动室的水磨石地面上。老爸正蹲在发电机组旁，手里拿着扳手，正在敲大石头更换磨损的齿轮。虽然那条伤腿让他走路还有些微跛，但这并没有折损他分毫的精气神。他的头发花白了一些，
但眼神比3年前更加锐利从容。大石头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，曾经瘦得像骷髅一样的哑巴孤儿，现在肩膀宽厚，胳膊上全是结实的腱子肉。他比划着手势，动作麻利地拆卸着零件，眼神专注得像个老匠人。厨房里传来剁菜板的声音，老妈系着围裙正在切咸菜。她胖了，在这个大多数人还在为一块发霉面包杀人的时代，老妈竟然还要为减肥而苦恼，这本身就是奢侈的炫耀。傍晚把那排腌好的雪里红搬出来，中午蒸腊肉吃。我应了一声，从恒温储藏室里抱出陶罐。路过镜子时，我看了一眼里面的自己，皮肤因为长期在地底生活，有些白但并不病态，手里有枪，仓里有粮，身边有家人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不是苟延残喘，而是扎扎实实的活着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享受来之不易的安宁。餐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是我们用双手种出来的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心中充满了满足。阳光洒进来，一切都那么美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全家福。3年后，一个都不少。观察哨的风铃响了，这不是警报，是访客的信号。一队风尘仆仆的车队停在警戒线外，车身上喷涂着特殊的徽章，虽然破旧但保养得很好。这是来自南方安全区的商队。3年时间，人类重建了脆弱秩序，贸易代替了无休止的掠夺。我站在高墙上，手里握着枪，但枪口朝下。对方领队是个独眼龙，他仰起头看墙头的红干辣椒，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。林老板这次带来的货都在这儿。独眼龙让人打开卡车后斗，里面是整桶汽油和急需组件，还有珍贵的卫生巾和洗发水。我们要换土豆、红薯、白菜等绿色蔬菜。交易在沉默高效的7分钟进行。大石头搬出带露水的黄瓜时，商队护卫眼珠子快瞪出来，有人伸手想摸，被独眼龙拍回。规矩点，这是林家的货。新世界里，我们不是待宰肥羊，而是掌握核心资源的土豪。交易结束，独眼龙点烟深吸一口，羡慕地看我们身后的堡垒。听说大区传林家堡垒是桃花源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我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桃花源不，这是用命守的阵地。商队远去，带着蔬菜和希望，也许世界真的在慢慢变好。送走了商队，夜幕降临，今晚是除夕。无论世道怎么乱，华国人的年还是要过的。地下的餐厅里灯火通明，暖黄色的灯光打在原木色的餐桌上，驱散了所有的寒意。桌上摆着这3年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，一大盆酸菜猪肉炖粉条，里面放了足足的五花肉片，一盘凉拌黄瓜，脆生生的，还有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。那是白面饺子，面粉是我们自己种的小麦磨的，虽然没有以前买的那么白，但麦香味浓郁的让人迷糊。来，大石头，这个破皮的是你包的，你得吃了。老爸笑着把一个煮露馅的饺子夹到大石头碗里，大石头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大口把饺子塞进嘴里，烫得直哈气。老妈打开了那台修复好的老式电视机，连接着硬盘，屏幕上播放着几10年前的春晚小品，画质有些模糊，声音也带着杂音，但在我们听来这就是天籁。电视里传来一阵阵笑声，我们也跟着笑。笑着笑着，老妈的眼角湿润了，她擦了擦眼睛，举起手里的果汁杯，敬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，一个都没少。杯子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窗外寒风依然在呼啸，或许远处还有饥饿和杀戮，但在这里，此时此刻有热饭，有灯光，有爸妈，有弟弟，这就是家。哪怕外面是地狱，只要关上门，这里就是天堂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突然觉得所有的苦难都值得。老爸的眼神里满是作为一家之主的骄傲，老妈的脸上是一个母亲最简单的幸福。大石头的眼睛亮晶晶的，他找到了家。这一刻，我希望时间永远停止。吃完年夜饭，碗筷的碰撞声还在温暖的地窖里回荡。我独自一人悄悄走出了入口，夕阳的余晖正缓缓沉入地平线，将整片大地染成了一片浓重的血红色。空气里带着冬末春初特有的清冽，混杂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。我登上村口那座用砖石加固过的高高的围墙，俯瞰着脚下这片曾经满目疮痍的土地，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3年前，这里还是被极寒统治的冰封地狱，气温低到能瞬间冻结呼吸，街道上尸横遍野，幸存者寥寥无几，每一步都踩着绝望。半年前，极寒退去，融化的冰雪与腐烂的尸体交织，引发了致命的瘟疫。低洼处积满了腥臭的死水，腐尸漂浮在水面上，空气中弥漫着让人作呕的气息，死亡如影随形。而现在，废墟早已被蓬勃生长的绿色植被覆盖，野草从砖石缝隙中钻出，藤蔓缠绕着青颓的墙体，一派生机盎然。我们亲手开垦的梯田沿着山坡蜿蜒而下，田埂上还留着劳作的痕迹，地里种着的小麦和蔬菜已经冒出嫩绿的芽。几座搭建整齐的大棚，塑料膜在夕阳下反射着粼粼的光，里面培育着珍贵的瓜果幼苗。远处的村口，那棵曾经被炮火熏黑，埋着我儿时发卡的大槐树，竟然奇迹般地抽出了新芽，嫩绿的枝条在晚风中轻轻摇曳，像是在诉说着新生的喜悦。袅袅炊烟从地窖的烟囱里缓缓升起，带着柴火特有的烟火气直冲云霄，在血色的天幕下划出一道温柔的弧线。这不仅仅是烟，这是活着的证明，是劫后余生的希望，更是文明未曾断绝的呼吸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，那里没有传说中的玉佩，没有能储物的空间，更没有拯救世界的系统。我们没有任何金手指，没有丝毫超自然的助力，我们有的只是那个得知末世将至的下午，爸妈毫不犹豫卖房卖车兑换物资的决绝，是无数个深夜里一家人围着图纸反复琢磨改造地窖的坚持，指尖磨出了水泡也未曾停歇，是在面对抢夺物资的暴徒时，老爸握紧猎枪敢于扣动扳机的勇气，
是老妈拿着菜刀守护在我身前的坚定，还有大石头始终与我们并肩作战，互帮互助，从未退缩。丫头，回来吃水果了，我切了西瓜，冰在井里，刚捞上来，甜着呢。身后传来老妈熟悉的喊声，带着浓浓的笑意，紧接着是老爸浑厚的嗓音和大石头含糊不清的催促声：“快回来呀，再不吃就被我们抢光了。”我回过头，看着地窖入口那团温暖的光晕，里面隐约传来欢声笑语，那是末世里最珍贵的人间烟火，嘴角不自觉的上扬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末世结束了吗？也许没有，天灾或许还会再来，极寒、极热、地震、瘟疫，这个地球仿佛还在进行一场漫长而残酷的免疫反应，试图清除曾经的病灶。但我不再害怕了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明天是什么样子，无论未来还要面对多少艰难险阻，我们林家还有身边这些一同熬过苦难的人，就像一颗牢牢钉在这片土地上的钉子，再也不会被轻易撼动。来了，我应了一声，声音里满是轻快与坚定。转身朝着那团光亮飞奔而去。末世或许不会轻易落幕，但我们会一直活下去，带着对生命的敬畏，对彼此的守护，在这片重生的土地上活得越来越好，让文明的火种永远延续下去。只剩最后3天，气温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波动，白天40度，晚上却骤降到10度。这种反常的温差让村里的狗整夜狂吠，老家院子里已经被塞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没有空间戒指，物资的堆放是一门艺术。老爸把那50吨煤炭堆满了2个偏房，用砖头封死了窗户，只留了一个取煤口，外面伪装成堆放杂草的废墟。最大的危机是柴油，虽然有地暖炉，但发电机是最后的电力保障。在这个管控严格的国家，想囤几吨柴油难如登天。老林，工程队走了，但这油……老妈看着空荡荡的3个巨大的铁皮油桶，急得嘴角起泡。老爸咬了咬牙，拨通了一个老战友的电话，那是他以前在工地认识的包工头。陆子野，老张，我要油，别问干什么，我在搞大棚种植，急需给你加价5成现金，现结。那天深夜，一辆改造过的洒水车悄悄开进了院子，没有任何寒暄，老爸直接把2箱现金，整整60万扔进了驾驶室，管子接通，黑色的软管像血管一样搏动，将珍贵的柴油注入埋在地下的油罐里。我和老妈站在风口放哨，隔壁的王大婶披着衣服出来解手。看头看脑，哎呦，林家这么晚还在折腾啥呢？那是汽油味儿，我心头一紧，手里紧紧攥着强光手电，笑着喊回去：“没呢，婶子，沼气池堵了，清淤泥呢，臭着呢，你快回屋吧。”王大婶嫌弃的捂着鼻子缩了回去。油罐加满的那一刻，老爸整个人虚脱般的靠在墙上。齐了，2枚油药，哪怕外面变成月球，咱们也能苟3年。电视新闻里突然插播了一条紧急气象预警，受平流层异常塌陷影响，未来24小时内全球气温将出现断崖式下跌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林娇发来一张在5星级酒店吃海鲜的照片。有些傻子在乡下喂蚊子，我在总统套房看夜景。8月15日正午12点，原本刺眼的太阳像是突然被一块灰布蒙住了，天空中没有云，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铅灰色，空气静止了，连蝉鸣声都像是被掐断了一样，瞬间消失。进洞！老爸一声暴喝，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求生本能。我们3人迅速撤入地窖，按照预言，老爸先关上了最外层的伪装木门，然后是厚重的防爆钢门。随着绞盘转动的声音，最后一道带着密封胶条的气密保温门咔嚓一声锁死，世界安静了。地窖里只有蓄电池带动的 LED 灯发出惨白的光。虽然在地下，但我们安装了潜望镜式的观察孔。我透在观察孔前，看着外面的温度计，35摄氏度、30摄氏度、20摄氏度。短短10分钟，气温跌破了冰点，天上开始下雨，落地成冰。紧接着是鹅毛般的大雪，每一片雪花都有巴掌大，灰扑扑的带着硫磺味。下午3点，室外温度零下20摄氏度，这不是循序渐进的冷，是直接把地球扔进了液氮里。村里的广播响了，村支书的声音哆哆嗦嗦：“各家各户注意保暖，别出门。”声音戛然而止，可能是电线被冻断了，也可能是人冻僵了。观察孔的视野里，一个还在田里没来得及跑回家的村民，正跌跌撞撞地往村口跑。他跑着跑着，动作突然变得僵硬，像个生锈的发条玩具。就在他距离自家大门还有10米的地方，整个人直挺挺地栽倒下去。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地狱，地窖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气凝胶保温层立了大功，虽然没有开暖气，但地窖内依靠地热和人体散热，温度维持在15度左右，体感微凉，但穿上加绒卫衣正好。检查气密性，老爸拿着检测仪，沿着门缝和通风口走了一圈，2氧化碳浓度正常，氧气正常，没漏风。老妈从那堆积如山的物资里翻出了一个小煤炉，省着点用电，先烧煤。无烟煤在炉膛里燃烧，发出轻微的噼啪声，蓝色的火苗舔舐着水壶底。晚饭很简单，挂面握了3个荷包蛋，拌上老干妈和午餐肉。但在这种时候，热腾腾的面汤就是琼浆玉露。我们3人围着煤炉，捧着碗，谁也没说话，只顾着大口吞咽。手机信号变得断断续续，基站还没完全瘫痪。我刷了一下朋友圈，全是哀嚎。怎么回事？空调开到30度还是冷，玻璃炸了，我家窗户玻璃冻炸了。突然一条微信弹了出来：姐，怎么回事啊？酒店停电了，中央空调停了。你那乡下房子不是有炕吗？快来接我们！
我冷漠地看着屏幕回了一句：路崩了，车动坏了，过不来。然后拉黑。刚放下手机，头顶的通气管道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撞击声，咚咚，有人在上面砸我们的伪装层。撞击声持续，这几下就停了。老爸示意我们别出声。他带上听诊器贴在通气管壁上。是光头刘那里。老爸压低声音：他们在找避风的地方。咱们的伪装层做得好，上面堆满了烂木头和砖块，他们以为是个塌了的废墟，踢了2脚就走了。光头刘是村里的一霸，平时就游手好闲，家里更别提有什么存粮了。接下来的3天，气温跌破了零下40度，地窖里的日子枯燥而压抑，没有网络，没有娱乐，只有昏暗的灯光和永远听不到头的风雪声。为了节省燃料，我们规定每天只烧4个小时的煤炉取暖，其余时间靠那数千元的极地睡袋硬抗。第4天，村里开始有人挨家挨户敲门了，不是借粮，是借煤。透过观察孔，我看到几个裹着棉被、粽子一样的村民，手里拿着斧头和撬棍，正在砸隔壁王大婶家的门。婶子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借点煤球，快开门，不然我们砸了！王大婶的哭喊声隐约传来，随后是木门破碎的声音，惨叫声持续了不到5分钟就消失了。那几个村民拖着2袋煤球走了，其中一人的斧头上还沾着血。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里。老爸擦拭着手里的复合弓，那是他唯一的远程冷兵器。咱们烟囱虽然做了消烟处理，但在热成像或者极度饥饿的人鼻子里，那点热气藏不住。话音刚落，观察孔里出现了一张脸，光头刘贴着我们的隐蔽通风口，正在用力吸气，脸上露出了贪婪狂喜的表情。这底下有肉味。被发现了，但老爸并不慌张。我们的堡垒设计之初就是为了防这一天。光头刘招呼了2个地痞，试图挖掘通气口。滋！就在他们的手碰到通气管防护网的瞬间，一道蓝紫色的电弧闪过，那是老爸接在蓄电池上的高压包。虽然电不死人，但绝对能把人电的大小变失禁。啊！外面传来惨叫声，有电。这林老头早就防着咱们呢。在这零下40度的环境里受了伤或者受了惊吓导致出汗，很快就会失温而死。他们不敢久留，骂了几句后撤走了。但这只是开始，更大的危机在当晚降临，整个区域的电网彻底崩溃。原本还能看到远处现成微弱的灯光，在那一瞬间全部熄灭，世界陷入了绝对的黑暗。手机彻底成了砖头，最后一点信号也没了，我们成了孤岛。启用柴油发电机，老爸下令。轰鸣声在地窖深处的隔音室里响起，虽然经过了层层隔音，但在寂静的地下还是能感到地板的微微震动。有了电，我们打开了那台老式收音机，收音机传来断断续续的广播：全球灾难，原地避难，等待救援。老妈正在清点剩下的煤炭，突然脸色一变：老林，你看这个墙角！地窖东南角的墙壁上竟然渗出了一层白霜，气凝胶粘没贴好，还是……老爸走过去一摸，脸色铁青，不是没贴好，是冻透了。外面的土层已经被冻透了3米深，寒气正在穿透混凝土。如果降到零下70度，我们的保温层可能扛不住。视线转回到城市，曾经光鲜亮丽的5星级酒店，此刻已经成了巨大的冰棺。林娇裹着几万块的貂皮大衣，却依然冻得瑟瑟发抖。阿伟蜷缩在角落里，把所有的窗帘都裹在身上。房间里所有的木质家具都被劈了、烧了，连那张昂贵的欧式大床也被烧了精光，没吃的了。阿伟的声音沙哑，眼神凝重。那50万早就花光了，买了名牌包，买了手表，买了这毫无用处的貂皮，他们根本没买哪怕1箱方便面。去找你姐。阿伟突然站起来，眼神里闪烁着疯狂的光。他回乡下肯定有准备，而且乡下有土炕，有柴火。怎么去？外面零下50度，林娇哭喊道。我有车。阿伟掏出一把钥匙，那是他从地下车库一具尸体上摸来的越野车钥匙。那车改装过还能发动，只要没死在路上就能活。2人像疯狗一样冲出了酒店，一路上满街都是冻毙的尸体，有的维持着爬行的姿势，有的还在砸商店的门。运气站在了恶人这边，那辆越野车真的发动了，而且油箱是满的。他们一路撞开路上的冰雕和废车，向着林家村狂奔。1天后，林家村村口，一辆冒着黑烟的越野车撞在了大槐树上，车门打开，2个像鬼一样的人影爬了出来。林娇的脸已经冻得发紫，她看着远处林家老宅那并没有完全被雪覆盖的轮廓，眼泪瞬间结冰。活了，阿文，我们要活了。我们正在吃晚饭，为了御寒，今晚吃的是高热量的猪油拌饭，还有一锅乱炖。突然观察孔的蜂鸣器响了，有人在靠近，我凑过去一看，瞳孔猛地收缩，是林娇和阿伟，但他俩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后还跟着3个人，是光头刘那一伙。姐、爸、妈，我是娇娇啊。林娇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了进来，在这个死寂的村庄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我知道你们在里面，阿伟都跟我说了，你们卖了房，卖了车，带了1000万回来的，你们里面肯定全是吃的。该死！这个蠢货，为了让光头刘带路，或者不杀他们，他竟然把我们的底细全抖出来了。乡亲们，我爸妈就在下面囤了好多物资，只要把门砸开，大家都能活。这一招借刀杀人太狠了，原本村民们只是怀疑，现在确信了，1000万的物资啊，那得是多少粮食和煤炭？砸！光头刘红着眼，手一挥， 3把镐头铁锤雨点般砸下第1道防爆门。地窖里老妈的手在发抖，
死死抓住老爸的胳膊。老爸面沉如水，放下了手里的碗筷。他走到控制台前，打开手动压水机的阀门，连接的不是水井，而是门口的高压水管。在零下50度的环境里，水就是最可怕的武器。开阀。我用力压下，隐藏在门框上方的喷头瞬间喷出一股水雾，这不是普通的水。老爸在水箱里加了大量的盐，降低了冰点，让它在喷出前保持液态，一旦接触物体，风寒效应下会瞬间结冰。门外传来一片惨叫，砸门的人身上沾了水，几秒钟内衣服冻得像铁甲一样硬，手被冻在了镐把上拿不下来。但我看到阿伟躲在林娇身后，把他当挡箭牌。林娇浑身挂满冰渣，像冰雕一样僵在原地。惨叫声被极寒的风瞬间扯碎。老爸设计的这套高压喷淋系统原本是用来冲洗防化服的，现在却成了最致命的防御武器。喷出的盐水浓度极高，在接触到零下50度的空气瞬间并未结冰，而是变成了一种过冷水雾。然而一旦它落在物体表面，立刻就会夺走巨大的热量，凝结成坚硬的冰壳。光头刘冲在最前面，手里那把自制的土猎枪刚举起来就被兜头浇了一脸水，咔嚓，手指还没动就被瞬间冻住，根本弯不下去。紧接着，他的眼睫毛、胡茬，甚至张开嘴里呼出的热气，都在几秒钟内结成了白霜。他惊恐的想要抹脸，手套却和脸皮冻在了一起。阿伟，救我！林娇的尖叫声凄厉的变了调。透过观察孔，我看到了让我浑身发冷的一幕。当水雾喷涌而出的瞬间，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他要带他活下去的阿伟没有任何犹豫，猛地拽过林娇，将他整个人挡在了自己身前。林娇穿着那件昂贵却不防风的貂皮大衣，瞬间成了吸水的海绵，冰水浸透了皮草，贴在他单薄的身体上。他成了阿伟的人肉盾牌。你疯了！好冷，阿伟，你干什么？林娇拼命挣扎，但阿伟死死抓着她的肩膀，把自己缩在这个瑟瑟发抖的女人身后，眼神里全是求生的疯狂和对我们的怨毒。别动，你是我女朋友，你得保护我。阿伟吼道，声音里带着颤抖。林婉，你个毒妇，快开门，不然你妹妹就冻死了。那一刻，林娇停止了挣扎，不是因为不想，而是因为冻僵了。那件貂皮大衣此刻变成了几十斤重的冰盔甲，把她死死封印在原地。她的脸正对着我们的观察孔，眼神从惊恐愤怒最后变成了绝望的呆滞。光头刘那2个小弟已经倒在地上打滚，但越滚身上的冰层越厚，最后只能在雪地里抽搐。光头刘虽然强壮，此刻也跪在地上，像个诡异的冰雕，嘴里发出赫赫的风箱声。威胁解除了吗？不。老爸突然指着监控屏幕的一角，阿伟还没死，他身上没沾多少水，而且他在干什么？屏幕里，阿伟发现林娇不动了，竟然一把推倒了已经冻成冰棍的林娇，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用矿泉水瓶做的简易燃烧瓶，点燃了引信，朝着我们的通气口疯狂冲过来。去死吧，都去死吧！轰！燃烧瓶砸在了通气口的防护罩上，火焰腾起，但这在极寒中只是昙花一现。老爸早就给通气口做了双层防火隔热处理，那点汽油烧了不到半分钟就被风吹灭了。但阿伟并没有停手，他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，举起手里的撬棍，疯狂地砸向我们的通风管。出来给我吃的，我有钱。那个蠢女人把钱都给我，我可以给你们钱。他一边砸一边语无伦次的嚎叫，但他忘了这里是零下50度的地狱。刚才那一推虽然让他躲过了大部分水雾，但他的裤腿还是湿了。透过观察孔，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他的动作越来越慢。5分钟后，门外的拍打声停止了。阿伟保持着跪姿，双手扒着门框，脸贴在冰冷的钢板上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死不瞑目。门外5座冰雕成了林家地窖新的门神。这一战虽然消灭了隐患，但也彻底暴露了我们的位置。这几座冰雕即是警告，也是路标。第2天清晨，老爸照例检查各项仪表，突然他的脸色变得惨白，手指颤抖地敲了敲气压计的表盘。坏了！什么坏了？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不是表坏了吗？老爸转过头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深深的恐惧。是气压，气压在急速下降，这意味着一场超级暴风雪要来了。那种能把房子连根拔起的风。而此时我们的地窖门因为昨晚的喷水已经被厚厚的冰层彻底封死，如果排气管被大雪埋住，我们就会因为缺氧闷死在里面。那场传说中的超级暴风雪比预想的还要残暴，地表传来的不再是呼啸声，而是亿万吨沙粒碾压钢板的轰鸣。紧接着，地道内的氧气监测仪发出了刺耳的红光报警，2氧化碳浓度直线飙升，空气管堵死了。雪太大，或者是伪装层塌了，如果不马上打通，我们一家3口会在3小时内窒息而死。动手！老爸没有任何犹豫，拖出备用的工业液压千斤顶和加长合金钻头，对准了紧急检修井。我死死扶着钻杆，老妈则疯狂摇动鼓风机，试图榨取管道里残留的每一丝空气。缺氧让我眼冒金星，背部像火烧一样疼。10分钟后，当的一声脆响，钻头卡住了，撞到金属了。老爸反而露出一丝喜色，是车底盘，有车被风吹翻，刚好盖住了井口。千斤顶发出沉重的液压声，随着一声闷响，头顶传来金属变形的呻吟，一股冰冷刺骨却无比甜美的气流狂涌而入。我们贪婪的大口呼吸着。老爸推开顶盖，我迅速将潜望镜探出缝隙，果然是光头刘那辆越野车，它像个巨大的盖子替我们挡住了积雪。我调整角度看向远处，
心脏猛地一缩，在一片死寂的白茫茫雪原上，竟然出现了一串凌乱却新鲜的脚印。顺着脚印，我调整了潜望镜焦距，镜头里出现3个佝偻的身影，领头的是村里的瘸子张，平时看着老实巴交，此刻却带着2个瘦成骷髅的村民，正在疯狂撬村里的公共粮仓。门被撬开了，但里面空空荡荡，只有墙角几粒发霉的陈米和老鼠屎。那一瞬间，人性的遮羞布被彻底撕碎。没有废话，瘸子张突然举起半块砖头，狠狠砸向同伴后脑，鲜血喷在雪地上，像一朵刺眼的红花。他干脆利落地解决了2个人，独吞了那袋混着老鼠屎的霉米，抓起一把直接塞进嘴里咀嚼。地窖里，我正在吃午饭，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自热米饭香气充满房间。二疯了，人就不再是人了。老爸夹了一块牛肉，面无表情看着屏幕，这就是末世的参差。有人为了一口霉米杀人，有人在恒温地窖里大口吃肉。屏幕里，瘸子张拖着带血的米袋正要往回走。突然他僵住了，远处的雪坡后亮起了3双绿油油的光点，那是3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灰狼。在这个极寒地里活下来的野兽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瘸子张根本来不及跑，第1只狼如闪电般咬断了他的小腿，第2只狼精准的锁喉，惨叫声在地窖的收音设备里只持续了10几秒，红色的液体在雪地上迅速冻结，那袋用2条人命换来的霉米散落在地，狼群看都没看一眼。进食完毕，他们并没有离开，3只狼围着我们的通风口附近徘徊，鼻翼耸动，他们闻到了漏出去的一丝人气。牙骨转身走向工具台，立刻在防爆门后焊接了一排道刺铁栅栏。敢硬闯就是死。老妈在整理那堆用来取暖的煤炭时，突然惊呼一声：“老林，你看！”煤炭箱底的夹层里竟然掉出了一个铁盒，里面整齐码着10盒阿莫西林，这是买煤时老板送的赠品，当时没在意，现在却是千金难换的救命药。就在我们为这意外值才惊喜时，一直沉默的短波电台突然亮了红灯，滋滋的电流声后，一个陌生的男声带着狞笑传了出来：“找到了林家村那个位置有肥羊。明天动手带上喷火器，把那层乌龟壳给我烧穿。”电流的滋滋声像是指甲划过黑板，老爸调试着那台老式短波电台，脸色在红色的指示灯下忽明忽暗。刚才那个陌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清晰的仿佛就在耳边。确定了，就是那家。前几天光头刘死在那儿，门口立着几座冰雕，显眼得很。我们的战利品，那几具冻死在门口的尸体，终究还是成了招来秃鹫的腐肉。就在地底下，肯定有大火。那几个冰雕身上甚至没被搜过身。老爸关掉音量，地窖里陷入死寂。准备战斗，这一次我们不再是被动防守。老妈从物资堆里翻出了几瓶珍藏的高度白酒，平日里舍不得喝的茅台，此刻被毫不留情敲碎瓶口。清澈的酒液倒进玻璃瓶，塞上浸满油脂的布条。我坐在磨刀石旁，手里拿着那把复合弓，箭头在磨石上发出有节奏的摩擦声，寒光凛凛。心里没有恐惧，只有肾上腺素飙升的冷静。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软弱是原罪。深夜，电台里再次传来那个声音，带着势在必得的嚣张，明天半夜动手，就咱们3个去，人都不够分，老子就不信他们能扛住喷火器的威力。深夜，风雪交加，轰鸣声撕裂了夜的宁静。3辆雪地摩托像幽灵一样冲破风雪，停在了我们的地窖入口。通过潜望镜，我看到3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影，他们没有任何废话。领头的人挥了挥手，身后一个背着巨大罐子的人走上前，呼，一条长达10米的火龙瞬间喷涌而出，那是工业用的高温喷火器。橘红色的火焰在这个零下50度的世界里显得格外妖异。封死大门的厚重冰层在高温下迅速融化，化作滚烫的蒸汽。紧接着，最外层的防爆肛门开始变色，从黑铁色变成了暗红，再到樱桃红。滴滴滴，地窖内的温度报警器疯了一样尖叫。刚才还阴冷的地窖瞬间变成了烤箱。我们脱掉了极地服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，热浪顺着门缝钻进来，带着金属烧焦的味道。这门扛不住多久，密封胶条要化了。老妈握紧了手里的燃烧瓶，老爸却冷静地盯着屏幕，手放在了一个红色的按钮上，那是他为了防火灾设计的干粉灭火喷射装置。但此刻喷射口里装的不是灭火器，而是他的面粉厂搞来的高纯度淀粉。想要火，那就给你们个大的！老爸狠狠按下了开关，噗！隐藏在门框上方的泄压口突然喷出2股白色的烟雾，那不是烟，是极细的面粉尘埃，在压力的作用下，瞬间笼罩了整个门口区域，浓度极高，将那个正在喷火的暴徒包裹其中。那个喷火的暴徒显然没学过物理，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手里依然扣着喷火器的扳机，明火加上密闭空间的高浓度粉尘，轰一声巨响，仿佛平地起惊雷，巨大的冲击波裹挟着火焰，瞬间吞噬了门口的一切。潜望镜的屏幕猛地一摆，紧接着就是剧烈的震动，头顶的灰尘簌簌落下，几秒钟后视线恢复，雪地上焦黑一片，那个背着喷火器的暴徒已经不见了，或者说变成了地上一团分辨不出人形的焦炭，另一个离得劲儿的同伙被炸飞出10几米，挂在枯树之上，生死不知。赢了，我握紧了弓箭。没完，老爸盯着屏幕角落。那个领头的男人命大，因为站得远，只是被气浪掀翻，他满脸是血，一只胳膊呈现出诡异的扭曲，但他依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他狞笑着，用完好的左手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墨绿色的东西，拉开了拉环，死死抵在已经被炸得变形的门缝上。出来，不然老子松手，大家一起被炸上天！别冲动，我打开了门口的扩音器，声音冷静的让自己都感到陌生。你手里那玩意儿，顶多炸个坑，那我这就埋在炸药堆上。
这底下囤了10吨 TNT， 你要是敢松手，大家一起变灰。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，但在这种生死时刻，赌的就是谁更怕死。领头男人的眼神果然闪烁了一下，握着雷管的手指微微僵硬，他在评估，在犹豫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，老爸像一根雕塑般站在射击孔前，复合弓已经拉满，弓弦发出紧绷的低鸣。透过瞄准镜，那个男人的手腕被放大无数倍，一声弦响，那是一支特制的碳素钢箭，带着破空声，毫无阻碍射穿男人右手腕，将他的手死死钉在门框旁的冻土上。手雷咕噜噜滚下台阶，掉进雪窝里，爆炸声在10米开外响起，掀起一阵雪雾，却没能伤到防爆门缝分毫。还没等他从剧痛中缓过神来，老妈已经燃了手里的燃烧瓶，精准从投掷口扔了出去，火焰瞬间吞噬那个还在挣扎的身影。我们没有出去，隔着屏幕看他们变焦炭，直到彻底不动。半小时后确认安全，老爸出去清理战场，在领头人焦尸怀里摸出防火袋，里面是一张手绘的地图，林家村位置被画红圈，标注地下水脉雨点。那张地图让老爸的眼神亮得惊人，如果有活水，我们的生存质量将发生质变。老爸指着地图上的等高线，地下水恒温，而且取之不尽，这比囤多少矿泉水都管用。根据地图的指引，那个可能的地下水脉节点竟然就在我们家地基的正下方。接下来的3天，地窖变成了工地，我们轮流上阵，在这个仅有20平方米的地下室角落里开始向下挖掘。这是个苦差事，地下的冻土层坚硬如铁，每一铲子下去都要震得虎口发麻。我们不得不先用电钻打孔，再用镐头一点点刨，汗水顺着脊背流下，又迅速在冷空气中变凉。为了节省体力，我们每天多加了一块压缩饼干。狭窄的空间里充斥着泥土的腥味和汗臭味，但谁也没有抱怨。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个末世，水就是命，甚至是比粮食更硬的通货。挖到第3天深夜，深度已经接近3米，老爸正挥舞着镐头，突然动作一致，咚，不再是沉闷的撞击声，而是一种空洞的回响。老爸小心翼翼地又敲了一下，原本坚实的土层突然塌陷了一块，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，一股带着潮湿气息的风悠悠地吹了上来。手电筒的光束刺破了尘封已久的黑暗，那个洞口下面竟然是一条人工修筑的隧道，水泥墙壁上长满了苔藓，依然能看到几10年前那种红色的标语痕迹。这是村里老一辈口中那个备战备荒时期留下的废弃防空网。老爸系着安全绳先下去探路，10分钟后，对讲机里传来他颤抖的声音：下来，快下来，真的是活水。我和老妈顺着绳梯滑下，穿过一条狭窄的甬道，眼前豁然开朗。隧道的尽头，一条暗河静静的流淌，虽然不大，但在手电筒的照射下，水面波光粼粼。我伸手摸了一下水温，竟然有些温热。4 degrees。老爸拿着温度计，激动的脸颊通红。地下恒温层，这水没结冰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水循环系统，用地热来给地窖升温，甚至我们可以洗澡了。在这零下50度的地狱，4度的液态水简直就是温泉。我们贪婪地看着这条暗河，仿佛看着流淌的钻石。然而就在我准备在那潮湿的泥地上取水样时，手电筒的光突然扫过河边的淤泥，我的动作瞬间僵住。在那片松软的泥地上，清晰地印着一串脚印，很小，光着脚，脚趾抓地的痕迹很深，泥土还是湿的。除了我们，这深不见底的地下网络里竟然还有活人。顺着那串湿漉漉的小脚印，我们像猎人一样在迷宫般的防空洞里摸索。转过一个堆满发霉木箱的拐角，手电筒的光束定格在了一个角落，那里缩着一个东西，兽，很久没有摄取营养的不健康的兽，浑身衣服破烂，皮肤呈现出常年不见天日的白色。若不是那双惊恐瞪大的眼睛，我简直以为是个骷髅标本，是村里的哑巴孤儿小石头。他手里正死死攥着一只死老鼠，嘴角还挂着暗红色的液体，旁边是一堆像苔藓一样的绿色植物。老爸的复合弓瞬间抬起，对准了他的眉心。在这个物资比命贵的时代，多一张嘴就是多一份巨大的风险，更何况他知道了我们水源的秘密。小石头没有反抗，只是绝望地闭上了眼，身体抖得像筛糠。那几秒钟，地底静的只听见水流声。算了，老爸放下了弓，从怀里掏出2个冷硬的馒头扔了过去。小石头猛地睁眼，像野兽一样扑向馒头，连嚼都没嚼就吞了下去。吃完后，他突然爬过来，对着我们疯狂磕头，然后指了指头顶，又张开双臂比划巨大圆形，嘴里发出焦急的啊啊声。他把2只手握成拳头，模仿开车方向盘的样子，然后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他在警告我们，上面来了大家伙要杀人。刚回到地窖，连那口热气还没喘匀，地面就开始颤抖，不是地震，是某种重型机械碾压冻土的震动，连桌上的水杯都在跳舞。我立刻凑到潜望镜前，漫天风雪中，一支车队像钢铁巨兽般撕裂了林家村的宁静。那是3辆经过重度改装的重型卡车，车头加装了狰狞的铲雪板，车身上挂着鲜红的旗帜，划过第9区救援队，是官方的人。不对，看他们的鞋，车的几个人虽然穿着迷彩大衣，但脚上蹬着杂牌运动鞋，手里拿的也不是制式武器，而是五花八门的猎枪和改装土炮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下车的第一件事不是搜救，而是把路边一具冻尸踢飞，然后哈哈大笑地点上了烟。这是披着羊皮的狼，所谓的救援队。
不过是一群打着官方旗号的大型掠夺团伙。车队在村口停下，似乎在商量路线。突然，最后一辆满载煤炭和发电机的卡车冒出一股黑烟，趴窝了。领头的车并没有停留，只是留下了2个人和那辆坏车。大部队继续向着县城的方向轰隆隆开去。那辆落单的卡车就像一块肥肉，停在了我们家门口不到500米的地方。那是柴油发电机，车斗里还有至少5桶柴油。我们的燃油储备已经见底，如果要维持地底供暖和照明，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。干一票！深夜，暴雪成了最好的掩护。我和老爸穿上了白色的极地伪装服，像2个幽灵贴着雪地匍匐前进。那2个留守的守卫显然低估了这鬼天气的威力，正缩在驾驶室里开着暖风，借着酒劲打瞌睡。老爸摸出一块浸透了乙醚的毛巾，我负责撬锁。咔嗒，车门锁芯被冻碎了。轻易打开，老爸迅速捂住副驾驶那人的口鼻，那人只挣扎了2下就瘫软下去。我如法炮制，解决了驾驶位的人。我们没有贪心去搬发电机，而是迅速提走了车斗里的3桶柴油。就在准备撤离时，我的手电筒放过驾驶座底下，看到一个长条形的黑匣子，打开一看，我和老爸的呼吸都停止了。2把油光锃亮的954式自动步枪，还有整整5盒子弹，这显然是他们抢劫了某个真正的哨所缴获的战利品。走。我们背着枪，拖着油桶疯狂往回跑。刚翻过围墙，跳进掩体，远处就传来了轰鸣声。大部队折返了，刺眼的车大灯瞬间照亮了那辆被洗劫一空的卡车，紧接着就是气急败坏的怒吼和杂乱的枪声。那2把丢失的954式步枪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抽在了这群亡命徒的脸上。愤怒的咆哮声在村子上空回荡，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拿出了更为专业的设备——工业级手持热成像仪。在那块幽绿色的屏幕上，任何一点温热的生命体征都无所遁形。我通过潜望镜死死盯着那群穿着救援队制服的暴徒，他们像梳头发一样将林家村仅剩的废墟挨个过了一遍。一声枪响，住在村东头地窖里的王大爷被拖了出来。老人已经70岁了，为了省那一口吃的瘦得像把干柴，他跪在雪地里，还没来得及求饶，就被一个满脸横肉的暴徒一枪托砸碎了下巴。枪呢？油呢？谁拿的？暴徒踩着老人的胸口，声音冷得像冰，老人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。废物！又是一声枪响，雪地上绽开了一朵刺眼的红花，尸体被随意推进雪坑，像是丢弃一袋垃圾。紧接着是第2家、第3家，仅存的几个幸存者像老鼠一样被揪出来，然后因为给不出答案而惨遭屠戮。这根本不是搜查，这是泄愤。突然，我的心脏猛地一缩，那个拿着热成像仪的暴徒停下了脚步，他正站在村口那片乱石堆前，那是废弃防空洞的入口，也是哑巴小石头的藏身之处。老大，这地下有热源，虽然弱，但是个活人。暴徒们瞬间兴奋起来，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呼啦一下围了上去。他们用撬棍疯狂地撬动掩盖洞口的石板，小石头那惊恐的尖叫声，即使隔着厚厚的土层，似乎都能传进我的耳朵里。被发现了，救还是不救？这个问题在脑海里只停留了1秒。小石头知道我们地下水源的秘密，如果他受刑不过，比划出了那个位置，我们全家都得死。而且那是个孩子，是个在这末世里靠抓老鼠活下来的孩子。准备战斗！抓起了那把刚缴获的954式步枪。婉婉，你去2号射击孔，那是制高点，用那把带瞄准镜的弩，或者直接用枪制造混乱吸引火力。我去拖那个孩子回来。父亲没有走正门，而是钻进了我们刚挖通的那条连接防空网的地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冲向2号射击孔，透过瞄准镜，我看到那群暴徒已经把小石头拖了出来。小石头满脸是血，拼命挣扎，却被一个壮汉像拎小鸡一样拎在半空。不说是吧？哑巴是吧？壮汉狞笑着拔出了腰间的匕首。不能再等了，我架起步枪。虽然是第1次实战，但刻在骨子里的求生本能让我稳住了枪口。砰！第1发子弹射偏了，打在了壮汉脚边的冻土上，风起一片泥屑，但这足够了。巨大的枪声在气氛上人如惊雷。有枪！那帮屠游贼在那边。趁着混乱的瞬间，在那废弃洞口的阴影里，一只有力的大手猛地伸出，一把拽住小石头的脚踝，将他像拖麻袋一样拽回了黑暗的地道。撤！快撤！手中的枪对着人群盲射，压制他们的反击。暴徒们反应过来了，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扑向废弃洞口。父亲拖着小石头在痰雨中狼狈地滚进地道深处，但在他即将没入黑暗的最后一刻，我看到他的身体猛地一震，左腿爆出一团血雾，整个人踉跄了一下，随后重重摔进了洞里。地窖里的空气凝固了，只有浓烈的血腥味在弥漫。老爸躺在工作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冷汗像雨一样把身下的垫子都浸透了。他的左大腿外侧，一个狰狞的血洞正在鼓鼓地冒着鲜血，甚至能看到森森白骨。万幸没伤到大动脉，但子弹卡在了骨头缝里，必须马上取出来。老妈的手在发抖，但眼神却异常坚定。她以前是兽医，虽然不是给人看病的，但对外科缝合并不陌生。没有麻药，仅有的那点利多卡因早就过期失效了。来吧。额头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暴起。别墨迹，我有感觉，那帮畜生要攻进来了。老妈深吸一口气，将一把手术刀在酒精灯上烧得通红，刀锋切开皮肉的声音让人牙酸。老爸的身体猛地绷紧，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，双手死死抓着桌角，金属桌面竟然被他硬生生抓出了指印。我按住老爸的腿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不敢让他掉下来。小石头缩在角落里，吓得浑身哆嗦，眼睛死死盯着老爸腿上的血窟窿。
满脸都是愧疚。10分钟漫长的像是一个世纪。叮当，一颗变形的弹头被扔进了铁盘里，老妈迅速止血，清创缝合。当最后一针缝完时，老爸已经疼晕过去了，嘴里的木棍被咬得稀烂。手术成功了，但老爸这条腿至少1个月内废了。我们失去了最强的战斗力，还没等我们松一口气，通往废弃防空洞的那条地道里，突然传来了一阵异样的嘶嘶声。我透进密封门上的观察窗一看，瞳孔瞬间放大，一股浓黄色的烟雾顺着地道的缝隙，像一条毒蛇一样蜿蜒爬行过来。是氯气，或者是他们自制的毒气弹。他们攻不进来，也没敢贸然下地道，所以选择了最阴毒的方式，把我们像熏老鼠一样熏死在洞里。那股黄色的烟雾像是有生命的恶魔，顺着连接废弃防空洞的缝隙，无声地向地窖内渗透。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令人窒息的漂白粉味，那是高浓度的氯气或者某种更为致命的混合毒气。快启动正压先锋系统！老妈吼道，声音因为紧张而变得尖锐。她一把将还要挣扎着起来的老爸按回床上，扑向了控制台。这套系统是老爸设计的最后一道防线，通过大功率风机向室内疯狂灌入经过过滤的空气，使室内气压高于室外，这样毒气就无法逆流而入。轰！备用电机发出咆哮，扇叶疯狂旋转。我死死盯着气压表，看着指针一点点向右偏转。我也闻到了那股刺鼻的味道正在被稀释，被挤压出去。那扇连接地道的密封门虽然挡住了大部分烟雾，但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，依然能看到门缝边缘被腐蚀的滋滋作响，泛起诡异的泡沫。他们进不来，我们也出不去。我握着枪，手心里全是汗。毒气攻势持续了半小时，终于停了。但紧接着头顶传来了更为恐怖的声音，咚咚，沉闷的挖掘声伴随着钻头刺入洞土的震动。他们在安炸药。躺在床上的老爸虚弱地开口，脸色灰败。毒气没用，他们打算直接炸塌顶层，把我们活埋，或者把盖子掀开。一旦顶层塌陷，哪怕是一角，-50度的严寒会瞬间灌入，我们将毫无生路，必须主动出击。我看了一眼还要挣扎的老爸，按住了他的肩膀。爸，你歇着，这次我和小石头去。小石头虽然不会说话，但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透着一股狼崽子般的狠劲。他指了指地图上的一片区域，又比划了一个啐的手势，那是防空网深处的一片天然溶洞区，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，稍微大点的震动就能引发坍塌。这就是我们的坟场，也是给那些暴徒准备的葬身之地。我和小石头戴上防毒面具，像2个幽灵钻进了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。小石头在前面带路，他身手敏捷得像只猴子，在黑暗中甚至不需要光。我们故意弄出声响敲击管道，制造出一种慌不择路逃窜的假象。果然，头顶的挖掘声停了。那群贪婪的暴徒听到了地下的动静，以为我们要从别的出口逃跑，立刻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追了过来。在那边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杂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隧道里回荡，我和小石头把他们引进了那片溶洞区。这里的岩壁上挂满了摇摇欲坠的钟乳石，地面甚至还有裂缝。到了预定位置，小石头猛地钻进了一个只有孩子能通过的狗洞，我则躲在一块巨石后，手里紧紧攥着那颗从他们车上偷来的手雷。当那几束刺眼的手电光晃过转角，暴徒们的叫骂声清晰可闻时，我拉开了拉环，心中默数3秒。下地狱去吧！手雷划出一道抛物线，落在了溶洞中央的支撑柱旁。轰！爆炸声在封闭的空间里被放大了无数倍，震耳欲聋。紧接着是让人牙酸的岩石断裂声，头顶的岩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，成吨的巨石裹挟着泥土砸了下来。暴徒们的惊呼瞬间被淹没在尘埃与轰鸣中。我和小石头拼命往回爬，身后的隧道在不断坍塌，仿佛死神紧追不舍。直到我们滚回安全区，一声沉闷的巨响彻底封锁了退路，世界安静了。那些人永远留在地下，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。通往地面的所有出口都在这场人为的塌方中被彻底堵死了。我们成了真正的地底人，外面的威胁被几千吨土石彻底埋葬，连同那个残酷的世界一起隔绝在外。虽然出不去，但这成了另类的安全。日子在昏暗灯光和滴答水声中过去，老爸的腿在老妈照料下慢慢好了，虽然走路有点跛，但能摆弄机械。小石头正式成了我们家的一员，这孩子哑但手脚勤快的让人心疼。他接过种地或打理泡沫箱井井有条，依靠恒温地下水和生长灯种出豆芽，在潮湿墙角培育出了蘑菇。蘑菇炖午餐肉端上桌时香气动人，地窖里弥漫着令人落泪的香气，没有杀戮抢夺和勾心斗角。一家4口围坐老爸给小石头夹肉，孩子咧嘴笑得只见牙不见眼，那一刻恍惚末世似乎不存在。时间一晃过了半年，头发长衣服旧，但眼神却比之前更加明亮。清晨检查外界传感器数据，我愣住，温度计从-50度回升到-20度，曲线还在疯狂上扬。爸，你看这个。老爸盯着屏幕看很久，脸色凝重。升温太快了，这不是春暖花开，是钟摆效应极寒后痛击热回马枪。传感器数据跳动，地表温度0摄氏度，冰雪开始融化。对地下的我们，意味着灭顶之灾洪水。气温的攀升不叫回暖，叫暴虐。短短3天，墙上的温度计像疯了一样，
红色水银柱从零下50度一路狂飙突进，直接顶破了40度的刻度线，极寒到极热，中间甚至没有过渡。轰隆隆，头顶传来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，那不是风，是水。积攒半年的冰雪在高温下瞬间融化，整个世界变成巨大的蒸笼，随后演变成一场滔天洪水。地窖外墙开始渗水，混凝土表面挂满冷凝水珠，空气变得粘稠湿热，哪怕坐着不动，汗水也止不住流。启动潜艇模式，老爸扔给我一把扳手，语气急促：我们早就做好准备。通气管加装了3节2米延长管，像潜望镜一样伸出地面，所有排水口反向锁死，涂了密封胶。透过潜望镜，我看到外面的世界，原本白茫茫的雪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浑浊咆哮的黄色巨浪，洪水裹挟着枯树、碎冰和汽车残骸，狠狠撞击地面的一切凸起物。我们的地窖像潜伏深海的潜水艇，咕咚咕咚，水压在增大，钢制大门发出令人牙酸的挤压声，水位还在涨，淹没村里的房顶了。老爸死死盯着压力表，如果通气管进水，就得靠氧气瓶硬撑。小石头缩在角落，惊恐看渗下的浊水。我走过去擦干湿痕，替他压缩饼干，冲他摇头示意没事。但我知道，水再长1米就会闷死我们。洪水不仅仅是水，它是一锅煮沸了的石狮汤。透过潜望镜模糊的镜头，我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无数肿胀的物体，有人，有牲畜，它们在高温的洪水中迅速腐烂发酵，变成巨大的细菌培养皿。哪怕隔着层层过滤系统，空气中依然隐约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。瘟疫来了，老妈戴着双层口罩，正在给地窖的各个角落喷洒消毒水。现在外面的一滴水比子弹还致命，这是末世最讽刺的一幕。外面洪水滔天，幸存下来的人却面临着渴死的绝境。一旦有人忍不住喝了那浑浊的脏水，霍乱立即伤寒，就会像死神一样收割他们的性命。而我们周围坐在小桌旁，喝着甘甜清冽的地下暗河水，吃着罐头里的黄桃，地下暗河成了我们的生命线。这股源自深层地质的活水完全隔绝了地表的污染。为了安全，我们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物理接触，连潜望镜都很少升起，生怕沾染上什么致命的病菌。全家靠着储备的氧气罐和那套还能勉强运转的空气净化系统度日。这种日子持续了整整1个月，直到某天，那令人抓狂的流水声终于停了。老爸小心翼翼地升起潜望镜，镜头上的泥浆干涸后裂开，露出了一角蓝天。水退了，透过缝隙，我看到地面变成了一片黑褐色的烂泥塘，曾经的建筑、树木、尸体统统不见了，只剩下一层厚厚的腥臭的淤泥覆盖了整个世界。但在那片死寂的黑色中，我似乎看到了一抹微弱的绿色。等到气温稳定在25度左右，泥土稍微干硬了一些，我们决定重返地面。当初为了炸死暴徒，出口被我们自己制造的塌方封死了，现在这成了我们回家的大障碍。老爸精确定位了最薄弱的爆破点，用了最后一小包炸药。尘土飞扬，久违的阳光像金色的利剑，瞬间刺破了地窖的昏暗。我眯着眼，眼泪被强光刺激的直流，深深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，虽然还带着土腥味儿和淡淡的腐烂气息，但那是自由的味道。我们一家4口爬出洞口，站在了曾经的林家村土地上。村子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老宅围墙隔壁王大婶家的小楼全都被洪水夷为平地。这里像是一张被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，只剩下厚厚的淤泥和无数乱七八糟的垃圾。这地肥啊！老爸蹲下身抓起一把黑土，手指捻了捻，尸体和腐烂的植被变成了最好的养料。小石头兴奋地跑向一处高地，那里有一根从淤泥里顽强钻出来的小草，他指着那抹嫩绿，嘴里发出啊啊的欢呼声。干活吧！老爸拍了拍手上的土，眼神里没有悲伤，只有重建家园的狂热。这淤泥底下全是宝，咱们的种子能种下去了。我们在废墟上开辟出了一块菜园，仅仅过了1周，第一茬小白菜就冒出了头。在那片死寂的黑褐色废土上，那一排排整齐的嫩绿色就像是希望的旗帜，迎着夕阳招展，那是生命的颜色，比黄金还要耀眼。寂静了许久的短波电台在某个午后突然诈尸般的响了起来，不再是那种充满恶意的窥探，也不是杂乱无章的电流声，而是一个字正腔圆清晰的让人想流泪的女声。这里是华国第3安全区，如果你能听到这条广播，请向东南方向集结，我们要重建家园。老爸手里的烟头烫到了手指，但他浑然不觉，只是死死盯着那台老旧的收音机，仿佛那是个活物。官方还在，秩序还在。去吗？老妈停下了手里摘菜的动作，眼神有些摇摆。毕竟那是群体的庇护，是文明的回归。我看向窗外，夕阳下我们重建的温室大棚泛着金光，防空洞的入口经过加固，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。地下水潺潺流淌，发电机轰鸣有力，仓库里的粮食够吃10年。不去，去了那里，我们就是难民，是等待分配的数字。在这里，我们是自己的王子。我点了点头。经历过背叛、杀戮和极端的生存考验，我们已经无法再把后背交给陌生人，哪怕那是官方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传来了久违的轰鸣声，一架涂装斑驳的直升机低空掠过，它没有停留，只是在飞过林家村上空时扔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裹，包裹落在淤泥里，散落出一堆压缩饼干和漫天飞舞的传单。我捡起一张传单，上面印着安全区的地图和号召令，看来这世道真的要变回来了。
但咱们还是守着咱们的1亩3分地吧。我们一家人站在夕阳下，守护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随着幸存者越来越多走出藏身处，林家村或者现在该叫林家堡垒，成了方圆100里内的一个传说。在一片死寂的黑褐色废土上，唯独我们这里有一抹刺眼的绿，那是小白菜，是土豆秧，是爬满架子的黄瓜。经常有衣衫褴褛的流浪者路过，隔着老远，眼巴巴看着菜园的绿，喉结疯狂滚动。想吃可以，拿力气换，这是我立下的规矩。我们不需要金银，不需要钞票，只要劳动力。于是废墟上开始出现忙碌身影，有人帮忙清理淤泥，有人帮忙修补围墙，只为换取一碗热腾腾的土豆汤。在这个小小独立王国里，小石头成了最耀眼的明星。这孩子虽不会说话，但天生属土地，满是老茧的小手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。我和老爸手里半死不活的秧苗，到他手里几天就能窜出一大截。他不怕累，整天在菜地转悠像将军。有天我看到流浪汉对小石头指指点点，眼神里带着轻视，小石头没理会，默默铲黑土撒沟笼，摘下顶花带刺的黄瓜咬了一口，清脆咀嚼声在旷野格外响亮。流浪汉瞬间闭嘴，轻视便极度敬畏。在饿殍遍野的时代，能吃新鲜蔬菜的人就是食物链顶端的贵族。我看着阳光下自信的小石头，心中充满欣慰。这就是我们的家，末世废土的绿洲，林家堡垒的传说。洪水退去后的淤泥清理工作还在继续，我拿着铁锹清理村口冲歪的大槐树。这里曾是村里地标，也是林郊阿伟冻死处。铁锹铲到硬物，我弯腰抠出亮闪闪东西，蹭掉泥垢，阳光下折射刺眼光芒。是镶满碎钻的发卡记忆回到末世前下午，林郊拿50万支票纸高气昂摔门而去。那天他朋友圈晒发卡配文，有的女人攒钱我闪耀，虚荣贪婪的发卡躺在我泥手心里冷刺骨。旁边淤泥挖出粉碎白骨狼啃过洪水泡过，曾经鲜活生命血脉之亲只剩烂泥碎骨，心里没有报复快感，也没悲伤，只有苍凉。恍惚听到小时候林郊跟我撒娇的声音，掏出生锈铁皮糖盒擦净发卡放进去，树根挖坑埋铁盒填土采石煤立碑祭奠。下辈子别做姐妹做陌生人吧。拍图起身，夕阳余晖洒在废墟上，转身向冒炊烟的地窖走去，没有回头。